現在外面是零下18度，大家快猜猜，我家陽台這雪堆下面埋藏了什麼寶貝？看，是一整隻大火雞。這就是多倫多冬天的福利，直接送了我一個純天然的步入式冷凍庫。我把它在這裡雪藏了好幾天，今天終於把它挖出來了。這週末的大餐主角就是它了。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的這套烤火雞的方法用了很多年了，但我一直不敢拿出來分享，因為這路子太離經叛道了，簡直就是烹飪界的邪修。直到昨天，我刷到了那位擁有200萬粉絲的大博主 That Dude Can Cook 的視頻，我才發現原來在追求美味這條路上，大家真的是殊途同歸。科學的盡頭竟然是我們家庭主婦的智慧。今天我就把這套私藏了多年的邪修秘籍公開，不用整隻烤，不用黃油麵粉做 gravy， 甚至連味道都是你們絕對沒吃過的東方魔鬼辣。首先是解凍，記住火雞只能在冰箱裡解凍，絕對不能室溫，因為火雞體量大，室溫解凍会導致外層細菌滋生呢，裡面還是大冰塊，非常不安全。像我手裡這隻5公斤的中等火雞，需要整整2到3天才能徹底化凍，如果是大火雞得要4天。所以吃火雞考驗的不是技術，而是規劃。在醃制火雞之前，我們要先準備鹽，這些是我夏天的時候用花園裡收的百里香、鼠尾草、旱金蓮等香草加海鹽一起做好的香草鹽，所以我直接用现成的了。大家如果沒有，完全可以和我一樣，用海鹽加入一些新鮮的香草，把它們在攪拌機裡打碎，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接下來說說為什麼我把這個口味叫邪修，並不是為了博眼球，而是因為通常大家烤火雞都是非常傳統的西式味道，吃多了真的會膩。但我自己做過很多次的這種麻椒口味，覺得非常特別，也更適合我們中國味，所以想把這個獨特的配方分享給你們。首先是準備香料，這裡我專門用到了一個雙椒組合，紅花椒負責提供醇厚的底香，而青花椒不僅麻味更勁道，還帶有一股獨特的柑橘清香。這2種花椒一麻一香，互補之後層次感非常豐富。用水清洗一下裡面的雜質，瀝乾水分，同時切幾片有機生薑。除此之外，我還準備了黑胡椒粒、香菜籽，還有辣椒碎。具體的配比我都打在屏幕上了。接下來開中小火，先把清洗過的雙色花椒和生薑片放進去，因為它們是濕的，要先炒乾水分，直到薑片變乾捲邊，花椒開始變酥。這一步千萬不能偷懶，麻辣的靈魂全在這裡面。然後放入黑胡椒粒、香菜籽和辣椒碎，繼續炒，一定要炒出那種濃郁的焦香味。這個時候整個廚房不僅是香，更有一種嗆得讓人想打噴嚏，但又特別過癮的刺激味道，這就對路了。千萬記住，要香但不要炒糊了。炒好後倒入磨粉機，因為家裡人特別提出想吃麻椒味很重的那種魔鬼辣的口味，所以我還額外放了 Cayenne Pepper 卡宴辣椒粉。如果你不太能吃辣，這個完全可以不放。當然，如果你想偷懶省事，我今天用的所有香料，不管是生薑、花椒、辣椒還是香菜籽，你都可以直接買現成的粉狀來混合。但我還是覺得自己炒過的香料，那個香氣才是最足、最鮮活的。每次做這個粉，我都喜歡一次多做點，以後做麻婆豆腐、水煮魚，加一點進去，特別夠勁。我們家平時也經常吃火雞，我女兒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非常會烤火雞了，在她的這個視頻裡介紹的非常詳細，鏈接我放在屏幕下面的描述欄裡了，大家感興趣可以去看看。其實一開始我也是像大家一樣堅持整隻烤的，但是烤的次數多了，我就發現一個問題，火雞的胸肉很厚，大腿肉密度又大，而背部和翅膀肩肉很少，為了遷就大腿烤熟，胸肉往往就烤乾了。而背上那些沒肉的地方，甚至都容易烤焦。當然，我知道可以用鋁箔紙把翅尖這些易焦的部位包起來，但這畢竟還是費事。所以我就想，既然烤好的整隻火雞最後都要切開擺盤，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切開呢？最關鍵的是，這樣能節省整整1半的時間。大家看火雞包裝上的說明，通常一隻小火雞整烤需要2個半到3個小時，中等的要3個半小時，大的甚至要5個小時。
但是把它們切開烤，不到2個小時就能搞定，效率高太多了。打開包裝後可以看到有很多血水。先把腹腔裡的火雞脖子和肝臟、心臟取出來，把火雞的裡裡外外洗得乾乾淨淨。然後這一步非常重要，必須用廚房紙巾把火雞擦乾。我推薦大家用廚房紙，一來衛生，擦完帶血水的紙直接扔掉；二來火雞皮很滑，隔着紙巾操作能防滑，切起來更安全。其實分割火雞真的一點都不難，不需要什麼蠻力。切割翅膀和雞腿時，你只要找到關節中間那個縫隙，刀輕輕一用力就下來了。切割翅膀的時候，我會把那個尖尖的翅尖取下來，因為這個部位烤的時候最容易糊，也沒什麼肉，不如留着一會煲湯。至於雞胸，大家不用糾結去剔什麼許願骨，你就拿着刀貼着中間的脊椎骨往下切割，很輕鬆就能把2塊完整的胸肉取下來。最後剩下的這些雞背骨、脖子，反正也没什麼肉，我把它剁成小塊，方便入鍋煲湯。哦對，還有一個關鍵點，火雞屁股尖那個尖尖的部位下面有個尾脂腺，它是火雞分泌油脂、梳理羽毛用的。這個部位的味道通常比較重，有一股很明顯的腥氣，所以我通常會把它切掉，這樣熬出來的湯底會更清爽。當然，如果你對這個味道不敏感，保留它也是可以的。我把切好的火雞分成了3大盤，這是我們下一步統籌的關鍵。第一盤是脊骨、脖子，還有剛才切下來的翅尖，這些雜碎是用來一會先烤出香味煲湯的。第二盤是2塊雞胸肉和剩下的雞翅中，因為它們比較嫩，烤的時間是一樣的，只需要短短的30分鐘。第3盤是2個大雞腿，因為雞腿肉厚且緊實，它需要的時間比較長，差不多要1個小時，所以把它們分在不同的盤子裡，我們就可以分別控制進烤箱的時間，保證每一塊肉出來都是完美的火候。在正式进烤箱之前，我們必須先完成醃制，這是我用到的一個黃金比例。鹽的用量是火雞總重量的1%，像我今天這隻火雞是5公斤重，所以我準備了50克鹽。現在根據肉量把這50克鹽分配到那3個烤盤裡。骨頭雜碎盤的分量其實不少，差不多佔20%，所以我們要用掉10克鹽。雞胸和雞翅盤這一盤肉最多佔了50%，所以用25克鹽。最後是雞腿盤，佔了30%，用15克鹽。把鹽均勻撒在肉上，記得正反面都要抹勻，給它們做個按摩，讓鹽入味。如果時間充裕，最好提前1晚放在冰箱裡醃制。如果時間緊，當天醃1-2個小時也是沒問題的。醃制好後，我們的烤箱接力賽正式開始。我已經把烤箱預熱到400華氏度，約200攝氏度。第一棒，先烤這些用來煲湯的雜碎，在這個雜碎上噴一點油，這樣在高溫下骨頭表面會迅速產生美拉德反應，烤出那種焦糖色的焦香味。先把它們送入烤箱，烤20分鐘。趁着烤骨頭的時間，我們來準備配菜，把洋蔥、胡蘿蔔切大塊，還有準備2個土豆。這土豆可是後面做神奇醬汁的關鍵，先賣個關子。同時，我們要準備馬上要入烤箱的雞腿，這一步細節很重要，一定要再次用廚房紙巾把醃制後的雞腿表面以及烤盤裡滲出的水分全部擦乾。如果表面濕漉漉的，皮是烤不脆的。擦乾後就可以撒我們那個炒得很香的麻椒魔鬼辣粉了。我也實話實說，因為我們要吃那種非常濃郁、麻椒十足的重口味，所以我撒的量非常大。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对辣度的接受程度來調整。撒完粉後，記得在雞腿表面噴一層油，這是讓雞皮焦黃酥脆的關鍵。20分鐘到，把切好的洋蔥、胡蘿蔔倒進剛才那個雜碎盤裡，和骨頭一起繼續烤。同時放入我們的第2棒火雞腿，因為雞腿肉厚，需要的時間長，所以它要先烤。現在設定時間30分鐘。再過30分鐘，等雜碎和蔬菜烤得焦黃了，取出來，它們總共烤了50分鐘。
這時候把第3磅雞胸盤送進去，雞胸肉只需要烤30分鐘。趁着肉在烤箱裡滋滋作響，我們來熬制靈魂肉汁，告別黃油與麵粉堆砌的高熱量，帶你嘗試我獨家調配的極致健康方案。將烤箱的雜碎、蔬菜以及烤盤中凝結的油脂精華悉數匯入壓力鍋，加入2顆土豆增加稠度，切記要用沸水沖入，瞬間升華那股肉食的醇香。高壓燜煮30分鐘，鎖住最純粹的鮮美。湯好了，先把上面的土豆取出來，把湯過濾。我用了一个滤油杯，把上面多余的油过滤掉。取破壁机，放入胡萝卜、洋葱，還有我們需要的濃湯。我只用了一半，直接倒進破壁機。這個時候根據需要放入土豆，我放的是一個土豆的澱粉，能讓湯汁天然濃稠，完全不需要麵粉勾芡。土豆一定要先少量的放，根據你想要的濃稠度調整土豆和湯的比例。你看，不用一滴黃油，這份肉汁卻因骨髓的油脂與土豆的澱粉相互交融，呈現出奶油般順滑、絲緞般濃郁的質感。這抹深邃而溫暖的橙色，全是美拉德反應與蔬菜留下的自然印記。它有着厚重的肉湯底蘊，吃起來卻清爽無負擔。搭配火雞時，你儘管大勺淋上，只需享受那份原始的肉香，不必再有任何熱量上的顧慮。現在火雞胸、火雞腿這2盤都烤好了，需要用溫度計來測試一下肉裡面的溫度。因為每家烤的火雞的大小不一，我的時間只是一個參考，大家一定要用溫度計確認。雞胸達到145華氏度，雞腿達到185華氏度。這裡我要特別解釋一下關於生熟的科學。很多人可能會問，雞肉不是要烤到165華氏度，約74攝氏度才安全嗎？為什麼你只烤到145華氏度，約63攝氏度？這就是那個200萬博主強調的科學原理，魚溫燜熟。We're doing in this video because we're going to be cooking the breasts and thighs to different temperatures. Let me explain. 雞胸肉如果在烤箱裡硬烤到165華氏度，拿出來絕對是柴的。我們在145華氏度時出爐，利用休息時的餘溫，它的內部溫度還會繼續上升，既能達到安全標準，又能鎖住汁水。而雞腿則完全不同，它必須達到185華氏度，約85攝氏度。因為腿肉結締組織多，只有高溫才能讓筋膜軟爛，吃起來才會有脫骨的口感。這樣統籌下來，雞腿總共烤了1小時，雞胸總共烤了30分鐘，雜碎總共烤了50分鐘，它們就能在同一時間完美出爐。這樣操作既利用了烤骨頭的時間備菜，又保證了不同部位的肉都達到了它最完美的火候，絕對的高效。火雞烤好之後，千萬忍住口水，別急着切，一定要讓肉休息20分鐘，讓沸騰的肉汁回流到纖維裡，這才是爆汁的關鍵。擺盤的時候，我到花盆裡採摘了幾隻薄荷來裝飾，是不是很有節日的儀式感？搭配金黃色的土豆濃湯，真的，火雞胸嫩得像豆腐，雞腿又充滿了燒烤的焦香，再加上那個麻椒的微麻和辣椒的刺激，這才是火雞該有的味道。在即將來到的聖誕節，如果你想輕鬆一點，吃得健康一點，請你一定要試試我的這個邪修法烤火雞。我是 Cora， 關注我，帶你用最聰明的方法過最有質感的生活。提前祝大家節日快樂。最後特別想問問大家，你們家每年都怎麼吃火雞？是堅守傳統，還是像我一樣喜歡折騰點新花樣？或者你們有什麼獨家秘方，請一定要留言告訴我，我特別想聽大家的分享。我們評論區見。